这大概是动漫里最纯爱的情节了。女朋友第一次来自己的房间，两人一起坐在自己的床上，不需要过多的交流，只是默契的同看一本喜欢的书。看完之后，杰女觉得氛围正好，就闭上眼睛等着水斗来吻自己。结果水斗竟然说很晚了，要送她回家。回去的路上，杰女忍不住多想，他们俩已经交往半个多月了，牵手接吻已经全都做过。本来以为今天能一起变成大人，没想到只是在同一个房间看书。杰女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该不会只有自己一个人期待并激动吧？殊不知刚送她到家，水斗就蹲在门口骂自己窝囊。其实该做的准备她也都做好了，就是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。暑假过去，两人要升上初三了，这次两人没能分到同一个班，杰女非常失望难过，毕竟她平时是个阴暗批，在新的班级肯定交不到好朋友。和水斗在一起的时间也只有放学后一起去图书馆，水斗就摸着她的头安慰，他们可以创造两个人一起的回忆嘛。从那之后，水斗每天都会在图书馆等杰女，可这天杰女竟然来晚了，一到图书馆就特别兴奋地跟她说自己交到了好朋友，水斗也很为她高兴。然而逐渐的两人在一起时，杰女都只和他聊关于那个新朋友的话题，看的书也都是新朋友推荐的，水斗就耐心的听着，直到杰女连周末都不跟他一起玩，转而约朋友了，他开始感觉到了寂寞和不耐烦。终于在这天，杰女迟到了很久很久，回去的路上还在跟他聊自己的朋友后，他的怒气爆发了，直白的告诉杰女自己对他朋友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。虽然说完后，水斗就后悔了，准备明天跟杰女好好道个歉。杰女同样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所以第二天放学后拒绝了朋友的邀请，立刻就去了图书馆。就在那里看到了水斗和别的女孩子谈笑风生，坐的还是他的位置。等到那个女生走后，杰女才出现，水斗立刻起身向她道歉，表示自己是觉得她离自己渐渐远去了。解释完，真诚的鞠了一躬，却让杰女感到更加不忿。明明她看到自己和别人在一起就不高兴，那为什么她自己反倒跟别的女生走得很近呢？水斗赶紧解释自己今天第一次跟那个女生说话，只是回答了一下她关于书的问题而已。杰女却不肯定，独断的认为水斗就是出轨搞外遇了。被这么污蔑，水斗也不愿意再解释。行吧，你爱咋想咋想。杰女的心瞬间跌落谷底，这里可是他们相遇的地方，而现在专属于她的位置被别的女生给坐了。最后两人不欢而散。其实事后杰女也知道是自己误会了，她裂痕已经产生，那时的画面深深刺痛了她，这份印象又践踏了她的回忆和感情，所以就算意识到错误，她也不知道该如何道歉。水斗同样也在后悔，他猜测杰女一直在对他讲朋友的事情，是想让他加入他们，以此来维持朋友和恋人的平衡。可他却对杰女说出了那么伤人的话，那之后两人谁都没有低头，就此陷入了冷战。直到某天在同一家书店碰上，他们是为了同一本推理小说而来，结果那本小说只剩下一本了，水斗就将小说递给了杰女，两人又一起去喝了杯茶。水斗低头道歉，主动请求和好，杰女也点了点头。然而虽然表面上和好了，那两道裂痕却还在他们心上。破镜重圆这种事情其实就是天方夜谭，破掉的镜子就算圆回去也不可能恢复如初。水斗会在心里纠结，为什么只有我道歉了，他却不道歉？杰女也会在心里想，为什么水斗同学不肯配合我的步伐了呢？这种徒有其表的和好有什么意义呢？就在这时，杰女注意到了旁边的祭典海报，本来想邀请水斗参加祭典破冰的，最后却没能将那条消息发出去，而是在那天晚上换上浴衣，独自来到了当初迷路后水斗找到他的地方，并且单方面认为既然已经和好了，那水斗肯定会像去年夏日祭典那样找到他。一边等待一边回忆着那时的美好，想着想着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当然水斗并没有来，等了整整一晚的杰女甚至连条信息都没等来。明明今天是他们交往1周年的纪念日，事实上这个暑假他们也1个多月都没见面了。再开学已经是新的学期，杰女干脆逐渐不去图书馆了。在她和同学们围着篝火欢笑的时候，水斗一个人在1墙之隔的地方看星星。不知不觉又到了圣诞节，当初刚升上初3的时候，水斗说以后他们可以一起过圣诞节、情人节。可真当圣诞节来临，他们的关系已经冰冷到无法开口邀请对方过节了。那天晚上，一个人在外面游荡，一个人在家里看书，甚至连电话都没给对方打一个。到了情人节依旧是如此，连情人节都不过的小情侣还算情侣吗？水斗和杰女也都心知肚明，所以既主动
动提出和好后，水斗又主动提出了分手。他知道自己内心深处还喜欢着洁女，只是这份喜欢和对她的嫌恶并存。分手后，他也可以将自己从那复杂又痛苦的感情中解放出来了。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刚分手没多久，双方家长就宣布他们要组建家庭。就这样，前男女友朋友变成了现在的继兄妹，他们的故事和关系还远远无法结束，那些曾经的误会也将逐渐摊开。就比如洁女第一次来水斗房间时，一个紧张兮兮的等着对方主动，另一个把对方的紧张误认成了戒备和不敢主动。想必误会全部解开后，嫌恶也会跟着消失，那么剩下的不就只有爱意了吗？这天晚上下大雨，洁女的母亲和水斗的父亲都因为电车停运回不来了，也就意味着今晚她和水斗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就在这时，洁女不小心和一只小强对视了，吓得当场尖叫出声，同时连滚带爬的冲向了水斗的房间。虽然水斗帮他喷了杀虫剂，但他还是不敢睡那个屋子，于是两人顺理成章的躺在了同一张床上。本来相安无事，各睡各的就行，洁女偏偏要去撩拨水斗，故意提起初中时他不趁机上垒的事情。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水斗不自觉翻了个身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突然看到面前漂亮的脸，瞬间清醒了过来。想想上次这么近看洁女的脸还是上一次，他情不自禁喊出了洁女以前的姓氏，然后又转了回去。毕竟再怎么样，他们已经分手的事实和成为义兄妹关系的事实都不会磨灭，他没有也不能有任何留恋。第二天早上，洁女把这件事说给父母听，被父母调侃他俩真像吵架的小情侣，又提到了中元节需要回老家的事情，乡下有河。父亲提醒洁女记得准备泳衣，母亲神助攻，干脆让洁女和水斗一起去买泳衣。现在的洁女可是学校的大红人，怕出去被同学认出来，特地戴了眼镜和帽子，还给水斗也准备了同款。结果水斗毫不犹豫的拒绝，他心里清楚这只是洁女的借口罢了，他就只是想看她戴眼镜而已。陪着前女友去买泳衣是什么体验？反正水斗的体验非常痛，并且快乐着。这还是洁女第一次自己买泳衣，也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，就想让水斗看看，然后不由分说的拉开了帘子。不得不说，洁女的确发育的越来越好了，水斗都不敢直视她，这引起了洁女的不满，抱怨你就不能夸夸我吗？水斗回头看向洁女那诱人的身体，口干舌燥到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听到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的跳。最后两人双双尴尬到不知所措，洁女也决定就买这件了。晚上回去的路上，两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当初恋爱时经常走的路，突然一阵风吹过来，将洁女的帽子吹走。水斗伸手去抓，却没有抓住，反而像是在壁咚洁女。久违的风景勾起了他们久违的感情，洁女缓缓闭上眼睛，给足了水斗暗示，然而水斗却只是弹了他一个脑瓜崩。晚上两人在客厅里表现兄妹相亲相爱的场景，又被父母调侃想要定求婚时间的小情侣。好家伙，你们是非逼着他们在一起是吧？这周末伊佐奈来找水斗玩，还和兄妹俩一起看了洁女推荐的电影，结果看的时候非得躺在水斗的大腿上，看热了又把外套拉链解开，露出傲人的事业线，紧接着又直接把手伸进去挠。洁女看了不可思议，这种事情是可以在人前做的吗？以至于电影都结束了，她都不知道自己看的啥。水斗则全程全神贯注，看完甚至还能来一段观后感。洁女听不懂他俩的对话，端起水杯战术喝水。水斗说了那么多也渴了，洁女便直接把水倒进自己的杯子递给他，水斗也毫不在意的接过去喝了一口。这一次轮到伊佐奈目瞪口呆了，你们这是正常兄妹该有的距离吗？刚刚那个已经算间接接吻了吧？一句话说出口，两人都一脸懵逼，很明显他们根本就不在意。伊佐奈只当他们家人都是这样的，看到水斗伸了个懒腰，就问他要不要枕自己的大腿上睡一会儿。没想到水斗头一歪，倒在了洁女的大腿上，直接睡了过去。伊佐奈看他的睡颜越看越喜欢，想着要不干脆趁机亲一口算了。洁女可不会让他如愿，提醒他自己还在这里呢。伊佐奈也觉得这个场景不太合适，毕竟是他的初吻。其实他平时跟水斗相处的时候真的忍得很痛苦，瞬间就明白了轻小说女主角脸红时的心情。看到水斗睡得那么香，伊佐奈也不好意思久留，就跟洁女告别离开了。今天的他已经很满足了。结果等他离开后，洁女自己看着水斗的睡颜，也跟着有些情不自禁了。反正这不是他的初吻，但他也同样知道为什么那天傍晚水斗没有亲上来，
因为这会让他想像以前那样获得满足，想做和以前一样的事情。然而这只是一种对过去的追思，他不能因为这种心绪而毁掉新生活。现在的他们只是继兄妹啊。晚上，简女的妈妈突然悄悄摸摸地叫住他，问他水斗和伊佐奈是什么关系。他觉得伊佐奈上次说自己是前女友，肯定是唬人的，这俩怎么看都像是热恋小情侣嘛。简女不想说这个话题，不过看妈妈那么八卦，就把下午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。妈妈一脸磕到了的表情，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同居3年的小情侣呀。总之，她觉得伊佐奈和水斗很合适，既然如此，自家女儿也不能落下。妈妈也想让简女赶紧交个男朋友，殊不知女儿心里只有那个男人呐。